大家好，欢迎来到王君莹律师楼的新一档节目《真假律师说》。相信大家来美多年，和许多移民律师、中介都打过交道，但是在找律师时找了太多律师了，就根本不知道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信息是错的。所以在节目中，王律师会以自身的移民经验还有移民法律给大家纠正其他律师楼提供的错误移民知识。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王君莹律师。大家好，我是王君莹律师，我有近20年的专门做移民法律的经验。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然后研究生是在那个 American University， 然后也多年在联邦政府上班，之后就创了我自己的律师楼，已经是快20年了，只是专门做移民法，因为我们服务的是华人区，我们是华人自己的律师楼，我们加州、纽约都有办公室，为了服务全美的华人，来帮助他们移民来美国，或者帮助他们在美国拿身份。我这20年有很多创新，因为我处理的都是那种疑难杂症，所以包含 U 签证，还有机场被抓的可以先拿绿卡后翻案，还有那些假结婚或者假庇护，那些刘凤玲的那些被抓的那些案子，就是各种我们移民界的癌症。对，所以我们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需要移民帮助的朋友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纽约电话是783539264，或者加州电话626-396-9264。那今天呢，我们将来讲理想律师事务所 Law Office of Sabrina Lee 他提供的一些错误移民知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的这个单方申请是属于我的婚姻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俩婚姻还没有结束，那这种其实会有一点尴尬，因为移民局他告诉你那你要转这种单方申请的话，你的婚姻得结束啊，那你把你的这个离婚证给我补上来。那在补离婚证的这个要求下，补件通知它一般只是给你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在很多州，比如说加州，离婚的话可能就是3个月是做不出来的。那你提交不出来这份文件的话呢，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这个I-751被拒。在视频中他讲这个临时绿卡转正单方申请的时候，如果751被拒，那 N400 也可能会被拒。王律师，这对吗？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就是如果你做了751，你应该分开做。虽然你已经是到了3年了，通过结婚拿到绿卡的人可以申请公民在3年之后，可是没有这个好处。751审核时间本来就不是很久，然后呢，你如果当然751没有绿卡，你当然 N400当然也会被拒的哦，因为你就达不到那个3年的绿卡的时间了，所以就是没有任何好处来把这个2个做 combo，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751你就应该就是拿到之后再申请考公民，因为现在考公民呢都有条款，就是你如果是不合法拿到绿卡，也可以因此而拒绝你的公民，所以不仅仅是考试而已，不仅仅是符合那些各种条款。然后呢，最主要就是现在的考公民官员都因为那个条款，把你的那个祖宗18代来检查一遍，所以他也不一定停在那个你的751，就是拿绿卡的时候，他也会往前。我刚刚早上就去了一个 N400的问话，就是一个庇护转绿卡的人，然后他是那个旅游签证进来的，然后就是说那个旅游签证有假，因为大陆的中介有做这些旅游签证都是包的嘛，就是成功者付费，所以乱来的嘛。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祖宗18代都考验一次，所以呢，我的律师给的意见呢，就是不要把这2个一起做，因为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整个题目都是很无聊的，他的那个节目。那他视频中还说，这个有个新规则，说如果你的 I-751被拒了，会收到上庭的通知。这个上庭通知 NTA 的新的规定是，如果说751被拒的话呢，那么移民局理应按照规定去发这个上庭通知。在发了上庭通知之后，这个案件就会进入到移民法庭审理的状态。这是新规则吗？
不是这个，就很多人，特别是律师就喜欢怪 Trump， 对不对？怪天怪地，不怪自己，怪 Trump，right？ 可是 Trump 是不好，我同意，我没有为他投票。可是呢，他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所在。在那个 Trump 之前，已经是好多年了，移民局都有这样子一个备忘录，就是说，如果你的751被拒绝，不管是投资移民还是那些临时转正的那些通过结婚的，那么你如果751被拒，都要被告上移民庭。其实告上移民庭是个好事，因为法官就可以重新考虑那个移民局对不对，在这个751的拒绝，所以是一种上诉。所以被告上移民庭是一个机会的，所以一不应该抗拒，然后第二呢，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东西，这已经是很多年的一个事情了。我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然后从我的成功的经验可以跟你讲，移民局如果卡你，特别是说你的婚姻不真实，那个法官是最好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法官比较懂移民法，然后比较公平公正。那下一个视频呢？他在视频中说，刚刚您也有提到，如果在 I-751 等待的时候，同时递交这个 N400 申请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可以节省时间。我觉得在751还等待审理的时候就提交 N400 呢，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它的好处呢，最主要是时间上，对吗？751的审的时间都不久的，如果你的751卡住，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有问题的话，你不应该就是急着做这个 N400， 因为只会造成你两个都被拒，而且一个 N400 拒绝也会影响你下一个申请。如果你要重新做 N400， 而且你每一次的一个拒绝都是归档的，你有一个档案的在移民局那里。所以我们美国出生长大的人，你出生你就有一个档案在美国政府那里，所以你要好好的活着，你要好好的做事，因为有个档案的。一直有个 record 的，所以呢，就是移民局有个 record， 你越拒绝越难成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再一次讲，就是没有什么好处，我都不知道这个题目好无聊，而且李想这个人好像是他是记者吗还是律师，我都不是很搞得清楚，因为他一直就是在报道那个我们移民律师协会发布的那些信息，还有新闻上的那些信息，而不是在给你讲他从他的经验累积的意见来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分享他的成功的经验技巧。这个就是律师的角色，所以说我都不知道他是记者还是律师。我是律师，我不是记者，我的视频都不是报道什么新的消息，你这个新闻上都可以被下得乱七八糟。我是给你解决方案，而且我也不分享什么马赛克的客人，我的客人都是愿意把脸扑出去，或者呢发好评比。所以呢，你可以看我的不同的视频，还有我的报道，然后就会看到我刚刚讲的是真的。所以呢，在这个最后谈751这个方面呢，我有一个意见，就是很多751的客人都是往往是被拒绝，觉得说不真实的婚姻，那被告上移民庭是个好处，因为移民局也不一定告你说的是假结婚，然后呢，往往告的是那个什么，就你没有身份了，你黑了。所以呢，其实这一个条款是不存在的，因为很多人751可以再做一次，再做一次 ，right？ 所以就会延续那个你的绿卡的合法时间。这个 charge of removability 根本就没办法 stay， 所以呢，移民庭得取消。移民庭一取消了，移民局也没话讲了，然后就是一个解决方案。所以移民庭是一个不应该怕，应该要的一个地方，要这个控告书。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问题呢，比如说有些人他在海关他受到了惊吓，然后呢这个边境的官员就是威胁他说，你如果签了这个放弃你的绿卡身份的表格就没事了，你就走就行了，否则的话我要把你关起来。视频中他说，就是如果你绿卡入境，然后入境的时候被海关刁难，例如是因为你有刑事案子的背景嘛，那如果你签署一份文件表格说你放弃绿卡了，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王律师是这样吗？海
海关不会给你这个表格来签署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这样子，他也没有办法这样子把你的绿卡取消，你也没有办法这样子放弃绿卡。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如果你是绿卡的人，可是你出去了，你离开美国了，不管你去哪里，墨西哥回中国，不管你回来，你会动摇一票法律是关于 inadmissibility。本来你在美国只是 deportability， 你现在这样子一个过程进出，你就是会动摇那个 deportability 的法律。那 deportability 法律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是绿卡，你如果之前没有犯过罪，海关就是也得把你当作正常绿卡进来。那如果你在走之前在美国犯了罪的话，他如果想告你说你那个之前的罪是不道德或者是 aggravated felony 的话，那么他可以把你当作 arriving alien。那 arriving alien 就是不能保释，然后会把你告上移民庭，为了吊销绿卡。可是呢，不可能给你一个表格让你签署来放弃绿卡，因为你得走那个移民庭的程序。那么如果你是之前在美国没有犯过罪，你是绿卡的，你出去了，你回来了，你在机场了，海关把你带到小黑屋，有可能刁难你几个问题。第一，你可能是多次往返，把绿卡当作信用卡，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通常是住在中国的，只是就是为了那个6个月以内就是不要超过6个月离开美国，然后就是刚好就回来1天，然后又回去了，就这样子的记录，没有违反那个6个月的法律，可是呢就是这样子很明显的记录，就是不是长期住在美国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会恐吓你，要告你上移民庭来吊销你的绿卡，因为你放弃了。那么他会给你一个表格来给你一个选择，让你签署来放弃这个绿卡。可是往往他们真的不告这种人上移民庭的，所以你真的要 call 他们的 bluff，OK， 是像扑克 ，OK， 是一个 bluff。如果你碰到这样的状况，你千万不应该签署那个表格，你应该就是要求他们告你咯，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会假释你进来，所以你不会被抓进去的，因为他没有这样子一个法律条款可以让你抓进去的。你有没有犯过罪？他得假释你进来，然后你就上移民庭。那如果你是那个带进去小 A 屋，因为是庇护绿卡，然后呢海关就是没有什么知识就是说因为你是庇护说中国迫害你，那么你回中国是不是不受迫害？你是不是骗你的那个庇护 ？OK， 移民案例很清楚的，一趟回中国不代表说你不怕迫害了，也更不代表你的庇护是假的。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恐吓你，然后又是给你这个表格，你要不要签来放弃绿卡？这个都是 bluff 的，拿出来这个表格往往是个 bluff， 你真的不要吃下他们的 bluff，OK？ 你要 call 他们的 bluff，at your best。你是不是最近赌博太多了？我是 Anyway， 来 call your bluff， 然后呢，他们真的往往都不告的，也会还给你绿卡让你进来。所以呢，很多次呢被带到小黑屋是他们就是在试验你。不要怕。那再来看他的下一个视频。那刚才其实李律师有讲到过就是说海关基本上是没有权利直接来撤销绿卡的，都是需要法官来裁决。那这个法官呢，我的理解应该是在美国的境内。那所以如果是一旦是有这种情况的话，他还会让就是我可以要求就是我要入境来面对法官吗？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听证程序像您说的没错，移民法官呢，他都是在美国境内的，当然有些例外，比如说之前就是说，有一个在美国南部边境，就是墨西哥美国交界的边境，之前有一个 Remain in Mexico， 就是说这些人虽然说他在上庭，但是他在墨西哥来上这个庭，但是对于绿卡的持有人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比如说你飞进来进入到美国的一个机场里面，如果说他真的要把你关起来，他要把你关到一个移民监狱，这个移民监狱的话呢，它是会在美国境内的。视频中他问是，如果入境时需要法官裁决撤销绿卡的嘛，那是可以向海关要求入境时面对法官。王律师，这样是可以的吗？你可以要求进来面对法官。
对，所以你到了机场，如果海关不想让你进来，他要么就给你那个纸来叫你放弃绿卡，要么呢他会说那你可以就是撤销你的入境的要求，就是 withdraw your request for admission， 然后就直接回去，那我就不给你什么快速的缔结令了。Right， 所以通常是恐吓你，你不撤出你的那个要求要入境，我就给你一个快速缔结令，就是 expedite removal order。那你是没有办法特别的要求要上移民庭，他得告你上移民庭。如果你是那种绿卡，然后之前犯过罪的，所以如果他说你的犯罪有这样子移民后果的话，那他也得告你上移民庭的，你有这个权利上移民庭的，你得上移民庭的，你没办法自己放弃。那如果你是走线的人呢，碰到海关或者边界走进来的时候碰到海关，或者已经在美国碰到海关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要求见法官，是海关的决定或者边界警察的决定，他们要决定就是给你下快速缔结吗？那现在 Trump 是把这个14天快速缔结加成2年了，就是说你在美国的领土没有超过14天，那你就快速缔结，可以下快速缔结令，没有权利见移民法官。可是现在因为 Trump 呢，他把这个时间变成2年了，就是如果你不合法在美国被找到，低于2年就可以下快速缔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移民庭最近被抓，因为呢，这些人本身是走线进来的，不合法进来的，然后呢，他们在美国没有超过2年的时间。本来移民局是告他们上移民庭的，可是撤掉了，所以当一撤掉上庭的话，移民局就下快速缔结，就可以把他们缔结走，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所以你没有权利要求见法官或不见法官，其实这些都是移民局的安排。那移民局是可以改变主意的，就是 Biden 的移民局告你上移民庭，给你这个移民庭的机会，可是现在 Trump 的移民局就把这个机会撤掉。可是你当然可以反对，因为你当被告了，你有很多权利的，所以你当然应该反对。所以这个是怎么应对这样子现在的这个问题？移民庭被抓，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下一个视频那么说完了保释呢，我们也要说一说假释。假释呢，它跟这个保释呢，它是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它不一样的最大的地方呢，实话是假释它并不是由移民法官决定的，而是 ICE 来决定的。ICE 它给假释的时候呢，它其实会考虑各方面的原因。那一般来说，这个假释即使给你被释放之后，也跟保释一样，你被释放之后还是要继续进行移民案件的审理，但是你可以在被释放之后以自由之身来审理。申请假释的话呢，像刚才我们有说，你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说您是属于抵达的外国人哈，这是一个法律概念，它英文呢叫做 arriving alien， 也就是说你进入美国的时候被 ICE 抓住。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你还在美国边境上，甚至你没有进入美国边境，因此不符合保释的申请资格，但是有可能符合假释的申请资格。视频中他解释这个假释和保释的区别，王律师他说的对吗？对，又是一个无聊的节目，对，而且不讲重点，听起来很好听，对，他的中文比我好，因为我的中文是卡拉 OK 学的，就是那个假释保释不是这样的 ，OK， 是海关和移民执法局还是移民庭有权利放你 ，right？ 所以是这个区别 ，right？ 海关和移民执法局 ICE 或者移民法官有权利放你，所以呢，你不管是在美国被抓，或者在边界被抓，还是就是偷渡然后在美国领土被抓，还是在哪里被抓，对不对 ？ICE 海关和移民执法局有权利放你。那这个放的方法可能包含保释，就是保金数字，而我们中国人往往都是1万以上，因为他们就觉得我们有钱，就是国土安全局觉得我们有钱。那个西班牙人都是几千块的，而且法律呢，案例呢是最低是1500，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从1500怎么跳到1万的。可是呢，就是我们中国人都往往是1万以上，这个是从我的20年的经验看到的，都是这个数字。还好没有再高 ，right？ Given inflation，right？ 然后呢，它也可以加条件，就是缴料啊。
现在是 GPS phone 呢，就是一大堆加的条件，所以这些都是释放的各种的方法，用钱啊，用脚镣来确保他们还是能找到你的，你不会逃跑。那么他如果就是 ICE 不肯放你，不管是保金的方法还是假释的方法，假释就是那个以前那个 I94，然后也没有什么条件，然后任何假释也就是一个 I94，然后也可以加条件，所以假释跟保释只是钱或没有钱的差别，这个根本就不重要 ，right？ 就是放，就是这个道理了。那么他如果不肯放 ICE， 那么你可以要求移民法官来重新考虑释放的决定，要求法官释放你。法官就是比较有限，他最多就是能下个保金，可是呢，他不能说好像加这个脚镣啊，或者什么一大堆这些其他的附加的条件没有。可是呢，他就是定保金而已，所以就是两个方法来要求释放。那你想没有知道，因为他应该是不足够的经验处理那个牢里的客人，我是很多，就是还有一个叫 I246 这个 ICE 的表格来要求释放，这往往是给那些 ICE 手上有你的有效的护照的人才可以要求这样子的释放。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但是如果他的绿卡是通过跟公民的婚姻拿到的话，他3年就去入籍的话，那这个时候共产党员身份失去还没有超过10年的话，那么他入籍可能不能，那么也许过2年你就可以入籍了，这个就问题不大。所以视频中他说，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并且是通过结婚拿到的绿卡时，如果还没有达到10年的话，那在申请入籍的时候，这是一个问题。王律师，这对吗？不对，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考公民的一个难题，对，是一个问题在那个 N400 表格，可是它不是一个拒绝考公民的关键的理由，它主要是一个拒绝绿卡的理由，它是一个 ground of inadmissibility， 参那种共产党类的党，所以这个问题是出现，就是如果你在申请 I485 绿卡的时候，没有承认你是党员，然后呢，你在考公民的时候承认了你是党员，那么才是问题，因为你就是这个绿卡是不该拿到。可是这个党员这个问题，它只是一个 ground of inadmissibility， 它不是一个拒绝公民的一个条款，它现在这个问题在那里。可是呢，这也是为了就是看看你那个 I485 的时候，你申请绿卡的时候是不是对的 ，right？ 那么这个10年 right 更是错误的，因为 totalitarian party 是这样子的，就是党员如果你是一个骨干，你退党5年之后就不是问题了。那你如果不是骨干的话，你退党2年之后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这个10年是不对的。然后再加上，再重复一次，它不是一个拒绝公民的理由，它成为一个拒绝公民的理由是，如果是因为在 I485 的上就是欺骗了，或者呢是在 I485 绿卡申请的时候就不符合，因为是党员。很多人忘了，就是我们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然后有经过跟苏联冷战，然后跟苏联打的这个冷战，在80几年的时候是主要就是共产党 against 资本主义的我们，所以我们美国就从1950几年这是开始的，一直到1980年那个冷战，80几年的冷战，就是不允许党员来美国，怕党员把我们美国人洗脑变成那个共产党员。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忘了这个美国的历史了，所以造成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条件，就是不给你绿卡，如果你是党员。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视频。如果在入籍的过程中，移民局发现了有重大的问题，那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的绿卡获得是非法的，特别是如果说他是认定你有欺诈，尤其是像假结婚这种欺诈，一般来说对于移民局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
更严重的违规吧。或者说就是有些人呢，他是在获得绿卡之后，他有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犯罪，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被开启递解程序呢。即使你是绿卡，你也有可能被取消绿卡。视频中他讲，如果你的绿卡被吊销的话，有可能会被告上移民庭。王律师，这对吗？ OK， 所以在这个 N400的话题上，像我刚刚讲的，在审核你这个绿卡该不该拿到，然后如果他拒绝你的考公民，因为觉得说你绿卡是不合法拿到，他往往不告你上移民庭的。这个是我经验累积到的，可是这也是在今年之前，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移民局告我的客人或者告任何中国人，为了要吊销他的绿卡，因为他考公民被拒绝，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就不合法拿到绿卡。所以呢，以我的经验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你卡住，就是不给你公民而已。可是没有接着后面再吊销你的绿卡，没有。哦，我要去工作了，因为我亲自亲为我的案子，所以呢没有时间再跟你讲了。下一次再见，记得哦，我们现在这样子讲话，我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我们没有建立律师客人关系，一个关系总要知道你是谁吧，对不对？我们没有建立律师客人关系，所以如果你想建立这样的关系，可以的，就是来咨询我，然后要么下一次见。好，谢谢王律师。像王律师讲的，如果大家要咨询关于个人的案子，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纽约电话783539264，或者加州电话626-396-9264。王俊宇律师有近20年的移民经验，是移民的法律专家。我们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那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订阅王俊宇律师楼的 YouTube 平台。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